咩陀飛輪啊？歌係邊個嘅歌啊？陳奕迅嘅歌。無力是無知，做乜鬼嘢啊？相信只要係香港人嘅你，都一定會聽過陳奕迅首《陀飛輪》。歌就聽得多啦，但係其實陀飛輪係啲咩？你哋又知唔知呢？陀飛輪係即係嗰啲齒輪比較突出嗰啲鐘錶咯，錶嚟㗎嘛，陀錶機械成嘅。William 係香港第一個陀飛輪品牌萬希泉嘅創辦人。就咁講，萬希泉係香港第一個陀飛輪品牌，對鐘錶唔係咁熟悉嘅觀眾可能會覺得冇咩大不了。但係其實全世界自製陀飛輪品牌嘅國家就淨係得瑞士、德國同埋日本。錶嘅話，即係講起陀飛輪一樣嘢，你覺得係邊度製造嘅會係最出名嘅咧？瑞士啊，歐洲嗰啲國家。而香港咁細嘅地方就有自己嘅陀飛輪品牌啦。我全家都試過鎖，甚至乎有啲韓專話我最多3年壽命咁樣。究竟陀飛輪係啲乜？售價可以去到幾十甚至乎幾百萬？萬希泉又係點解會開始做陀飛輪嘅錶呢？今集香港製造介紹嘅就係香港第一個陀飛輪品牌萬希泉 Memorigin。中意今集內容記得 like、留言同訂閱我哋 channel。有其他想睇嘅香港製造內容都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呢個係一隻電子錶，用電池作為動力顯示錶面上嘅時間，售價幾十去到幾百不等。呢個係一隻機械錶，同電子錶唔同。只要你手腕戴住隻錶有喐動，機芯嘅機械結構就會有動力去維持運作。售價幾千去到幾十萬不等。而呢一個係一隻陀飛輪手錶，機芯網絡同機械錶有異曲同工之處，兩者都係同樣係機械結構。唔同嘅就係陀飛輪嘅擒縱系統係會自轉嘅，售價幾十萬起跳，最貴嘅可以去到幾百萬不等。簡單嚟講，就係只要你隻錶有陀飛輪，價錢就會即刻多個零，有啲甚至2個零添。只係用嚟睇時間嘅錶，點解會有人願意花幾百萬去買呢？要了解陀飛輪錶嘅價值，首先要知道究竟乜嘢係陀飛輪。咁陀飛輪嘅結構係複雜，但係主要佢都係我哋反地心吸力。冇錯，陀飛輪 Tourbillon 係機械錶嘅一種複雜結構，佢嘅用處係用嚟提高手錶嘅精準度。喺陀飛輪出現之前，機械錶裏邊負責控制時間走動嘅機械結構叫做擒縱結構，但係佢好容易受地心吸力影響，而導致時間行得唔夠準確。所以陀飛輪嘅解決方法就係將擒縱結構安裝喺一個旋轉嘅籠入邊，呢一個籠會每分鐘360度咁不停自轉，從而減輕重力對機芯嘅影響，就可以提升手錶整體嘅準確性。簡單嚟講，就係令擒縱結構不停咁旋轉，喺過程入邊令機芯部件嘅位置不斷改變，咁就可以互相抵消到地心吸力嘅影響。而萬希泉所製造嘅機械錶就係呢一種陀飛輪。咁至於個動感點樣做呢？我哋有中置陀飛輪啊、偏心嘅陀飛輪啊、有雙陀飛輪啊等等，主要都係做中置嘅陀飛輪咯，或者係 coaxial 嘅陀飛輪為主咯。咁做完之後啦，咁我哋就要俾廠嗰度做打板啊、做 sample 啊。咁打板做 sample 可以話長可以短，係可以話短，但係短極都可能都要2個月，長極咁我有時可能要半年啊、1年先可能做到出嚟。咁做完之後，我哋都要仲要去 fine tune 再去睇，所以我哋一般嚟講到出大貨，我諗幾個月時間係走唔甩嘅係。師傅首先就會砌好咗個陀飛輪先，然後就會再將成個陀飛輪砌落去個錶板入邊，仲要確保錶板上面所有嘅螺絲都上實。咁師傅就會開始扭動零件，開始上鏈啦。因為陀飛輪其實都係機械錶一種嚟嘅，所以都要上鏈嘅。不過佢就呢個會咁轉咯，呢個位置陀飛輪即係個擺輪嘅位置咧，就360度係咁轉咯，係。如果機械錶就唔會喐嘅，係咯，但係個擺輪會喐嘅啫，機械錶就。再用儀器確保時間夠精準，冇問題之後咧，就完成晒成個嘅組裝過程。組裝完成之後，就會用唔同嘅儀器對隻錶進行測試。首先咧，呢邊就係測試有冇防水啦。咁呢度如果防水唔達標嘅話咧，我哋就要喺呢一度咧再去睇下喺邊度入水啦。咁呢個咧都係我哋測試我哋有冇做到防水咁樣嘅。
呢度入邊咧就有個打磨嘅，就係方便即係有時要做翻啲 polishing 啊，無論錶殼啊或者一啲即係需要打磨嘅地方就喺入邊啦。咁呢度就係一啲放大睇翻啲零件有冇花啊咁樣嘅。呢個就係洗油機啦，咁呢個係手動嘅洗油機啦，亦都係希望啲零件洗完之後比較上再裝配嘅時候再抹翻油上去咁樣樣。咁跟住呢一個咧就係自動化有超聲波功能洗油嘅機啦嚇。咁因為佢模仿人咧，我哋手咧就唔同嘅喐動啦，所以呢度有啲唔同嘅方位嘅一啲轉動，就令到佢確認到啲錶走時係精準咁樣樣。所以我哋都有個模擬咁樣嘅一個轉動嘅一個測試嘅機器咁樣咯。咁呢度咧其實就係我哋一個叫做防塵嘅一個小車間啦。咁呢度咧，因為我哋始終做鐘錶咧都要好精細，即係入邊其實即係盡量一定要避免塵，所以我哋每次入去咧都要吹一吹個身先，一齊入去。請站在感應區內。一閂佢就會吹啊！係好謝謝。萬希泉呢個專門做陀飛輪錶嘅品牌，由沈慧林 William 創立於2011年，係香港第一個以陀飛輪技術為核心嘅製錶商。究竟呢個品牌點樣開始嘅呢？當中又面對住啲咩困難呢？其實從我一開始做呢個品牌嘅時候，我就要逐家錶行去拍門。咁嗰陣時都係好理所當然，因為冇人知道即係有一個咁嘅品牌。大家諗梗係諗到啲歐洲品牌，諗到啲大品牌。哇！即係嗰陣時係反傳統，歐洲、日本、美國都出名啦。點會有個香港品牌咁走出嚟啊？都被拒絕得好犀利啊！跑親都被拒絕，因為個 business model 仲未成型啊。所以每次 tune 下，咁我呢個世界都係好公平，即係我去跑完之後，佢都會教我啲嘢，咁我就去 tune 個 model，咁 tune 下咧，咁加上又做好多 crossover，開始有名氣啦，開始有啲鋪頭願意去試啦，即係我認為有一種叫逆向思維嘅嘢，就係越少人做嘅，反而呢個品牌越多人去記得，淨係做陀飛輪。我哋香港有個品牌淨做陀飛輪，咁多 crossover。咁開始有啲人記得，呢個品牌有特別之處喎，咁樣咯。有啲朋友會誤會咗，可能以為我係一個即係鐘錶世家。咁但係其實我爸爸係投資咗呢個廠，但係一路其實都冇理佢個管理嘅，即係都有個廠長去管理。咁佢都係其中一個股東。咁所以我翻嚟嘅時候，其實喺鐘錶界我好陌生，但係我又好中意呢種手工藝嘅嘢。咁我點算咧？咁我想去學一啲課程，當然我都有翻廠去學咗個幾兩個月啦。但係我覺得都唔夠。咁我想喺度翻香港要把握時間，日頭諗創業，甚至乎喺銀行先打住份工。咁我就喺度諗有咩可以讀到咧？今日好多謝即係工團會就有呢啲堂，咁呢啲堂好好啊，同埋佢時間好 flexible。咁我就去報讀咗好多堂咯，報到好多堂啊，即係錶面設計啦、CNC 機啦，甚至乎我第一款錶出咧都係香港嘅 CNC 機，有個老闆仔同我一齊合作去挑呢一個嗰陣時將我爹哋收藏嘅古董木雕擺上去錶面上邊。工聯會嗰度讀書嘅時候都嗰個阿 Sir 同我合作。都傾咗幾個月咯，但係我哋都趕住喺新年前推上，所以就2011年左右2月份就推出嚟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款係有 crossover 元素，咁其他仲有啲係簡約啲嘅款式咯。係，因為咧我爹哋係好中意收藏嘅，即係我由細到大點解會對手工藝工匠有興趣，都嚟自於我爺爺同我爹哋對我嘅一種啟發啦。咁我爺爺就好中意中國文化嘅，咁喺我細個嘅時候咧，咁我爸爸做生意飛嚟飛去都係我爺爺同我媽啊咁樣就我嫲咁啊都睇我大。咁我爺咧就好細個講好多文化藝術嘢俾我聽。咁我爸爸咧喺我好細個收藏清朝中國嗰啲古董、清朝嘅木。咁呢度咧其實大家見到啦，就有一部分我哋啲收藏啦，一小部分。咁其實我哋嘅收藏咧係非常之多。咁咧都係中西合璧嘅。咁我覺得細個點解我會對鐘錶咁有興趣，作為我一生重要嘅事業咧，就係嚟自於先由我爺爺啦，好中意中國文化啦，咁都感染到我爹哋啦，所以變咗收藏好多清朝嘅木頭，呢啲數以萬計清朝嘅木頭咧，咁好多都係喺中國嘅南方嘅地方啊，浙江啊、福建啊、安徽啊收藏翻嚟嘅。咁好多農村嘅時候嗰陣時咧，佢哋就好平嘅價錢，咁就將呢啲木咧就俾我屋企去收藏。咁同我哋做陀飛輪手錶咧，做一隻機械錶咧，咁多個零件，幾百個零件，每個零件其實有啲好似粒塵咁細，好似一吹一呼吸就吸咗入去。咁其實講緊係都係好講求精細，同埋係好講求一種投入同埋熱情啊。咁啊，我自己都喺香港土生土長啦，我覺得香港佢其中一個好大嘅文化魅力就係中西合璧啦，即係從細到大都有好多唔同文化對我嘅影響好大啦。包括爹哋嘅收藏都有兩種啊，東方同西方文化。咁而我長大亦都受呢兩種文化好大嘅一個薰陶啦。咁所以我就好希望做一個中西合璧嘅一個文化嘅品牌。
過去10年8年嘅時間咧，咁就開始收藏啲西方嘅古董啦，就係咧瑞士嘅白音盒。咁呢啲白音盒其實都係好特別嘅，因為世界大戰1期2期前夕啦，亦都工業革命啦，一路所有啲零件就冇咗。咁喺有限零件下咧，啲瑞士鐘錶大師去做咗啲好鬼斧神工嘅音樂盒出嚟。咁大家印象中啲音樂盒可能好細部，呢啲全部咧好大部，同埋啲聲響係好好聽嘅。咁所以咧，呢啲音樂盒咧，其實佢出嚟嘅聲係好靚，同埋純機械。咁我所以由細到大咧，就係因為接觸好多中西文化嘅工匠嘅嘢，令我對手工藝產生好大嘅興趣。最終就係都將手工藝創造一個品牌，作為我一生嘅事業咁樣。咁試過跑到去有一段時間咧，就直情哇天啊，真係瞓唔着。即係其實生意都幾好，但係就失眠喎。咁開始就會喺度問自己，點解會咁嘅咧？但係嗰時又唔想停，嗰時個 turbo 好似開到滾動到咧係發熱，同埋好似就係要燒爛咁樣。但係你係唔會想停嘅，嗰刻你已經係狂滾嘅 model turbo。咁但係所以冥冥中嘅天意啦，大家知疫情，大家都好艱難，但係其實我都一樣，我都艱難，有得有失。雖然我失去咗好多商機發展機會，但係我得到嘅就係一種靜落嚟喎，因為逼住你靜啊嘛。咁你靜嘅時候，我開始就諗啦。我人生應該點行？我品牌應該點行得遠咧？咁開始明白持續發展好緊要，即係有啲嘢唔可以開得太行嘅 turbo。開始學識咩叫平衡啦。咁呢個就係我成長嘅一個過程。疫情下我開始注重自己身體，去跑步啦，睇下書啦，陪下屋企啦 ，meditation 啦，跟住就盡量調整自己嘅身心狀態。到而家又再開行 turbo 嘅時候，我就好重視平衡咯。即係我同以前最大分別係，我會平衡到自己。冇問題嘅，即係最緊要係進可攻退可守，要擴張嘅時候開擴張，要收縮嘅時候收縮。個品牌行住，只要一個品牌仲喺呢個世界上，就有生命力。有生命力嘅話，就時間越長越證明到個品牌係一個有心有夢想有熱誠嘅品牌咁樣咯。